我们知道，电荷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当把一个带正电荷的带电体靠近一块导体时，导体中的电子会趋近靠近带电体的一端。当把一个带负电荷的带电体靠近这块导体时，导体中的电子将远离靠近带电体的一端。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任何带电粒子都会在其周围产生电场，这个电场会对位于这个电场之中的其他带电粒子产生电场力。导体中的电子因为受到了带电体电场的电场力的作用，从而发生了趋近和远离的运动。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电场。红色小球是一个带正电荷的粒子，蓝色小球是一个带负电荷的粒子。蓝色小球位于红色小球所产生的电场中，它受到了该电场的电场力作用。绿色箭头代表电场力的大小和方向。当蓝色小球由远及近向着红色小球靠近时，电场力增大。电场力方向与小球运动方向相同，电场力作正功。当蓝色小球由近及远远离红色小球时，电场力减小。电场力方向与小球运动方向相反，电场力作负功。再看一遍。这个现象与地球上的重力做功情形类似。当一个物体由高处落向地面时，重力作正功。同时，重力势能减小。重力所做的功等于重力势能的减小量，即重力势能增加量的负值。当物体离开地面升向高空时，重力作负功，重力势能增大，重力所做的功也等于重力势能的减小量或增加量的负值。注意，这里所说的减小量指的是初态势能值减去末态势能值，增加量指的是末态势能值减去初态势能值。类似的，我们也给电场中的小球赋予一个电势能的概念。小球在电场的某一位置具有一个电势能的值。当蓝色小球由远及近向着红色小球靠近时，电场力作正功，电势能减小。电场力所做的功等于电势能减小量，或者说是增加量的负值。当蓝色小球由近及远远离红色小球时，电场力作负功，电势能增大。电场力所做的功同样等于电势能的减小量或增加量的负值。如果我们将蓝色小球更换成带正电荷的红色小球，小球受到的电场力方向发生了改变，但电场力所做的功同样等于电势能减小量或电势能增加量的负值。当红色小球由远及近向着产生电场的红色小球靠近时，电场力作负功，电势能增大。电场力所做的功等于电势能减小量。当红色小球由近及远离开产生电场的红色小球时，电场力作正功，电势能减小。电场力所做的功也等于电势能减小量。类似的，当产生电场的小球为带负电荷的蓝色小球时，也会产生相应的结果。由上可知，小球的电势能以及电场对小球所做的功，与小球及电场的属性均有关。这里要声明2点：第一，尽管我们将电势能称为小球的电势能，但就像重力势能属于物体和地球所共有一样，
电势能也属于小球和产生电场的带电粒子所共有。第二，重力势能是一个相对值，电势能也是一个相对值。要确定小球在一个位置的电势能，必须先给小球指定一个电势能为0的点。例如，我们指定小球在 A 点的电势能为0，这样小球在 B 点的电势能才有一个确定的值，它等于小球从 B 点到达 A 点电场力所做的功。通常，我们可以指定在无穷远处小球电势能为0。如果我们将小球的电势能除以小球的带电量 Q， 所得到的值就只与电场属性有关，与小球属性无关了，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单位正电荷在这个电场中某一位置所具有的电势能，它描述的是这个电场本身的特性。我们将这个量称之为电势。同样，电场中 A、B 两个不同位置的电势的减小量，反映的是一个单位正电荷由 A 移动到 B 时电场力所做的功。这个量也仅与这个电场属性有关，与小球属性无关。我们称电场中两个不同位置的电势减小量，或者电势增加量的赋值，即这两点间的电势差，为这两点间的电压。同样，这里的减小量指的也是初态电势值减去末态电势值，增加量指的是末态电势值减去初态电势值。综上所述， A、B 两点间的电压仅与电场本身属性有关，其等于电场力对一个单位正电荷由 A 移动到 B 时所做的功。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还可以得知，电势同样也是一个相对值，只有指定电场中某一位置为0电势点，其他位置才有确定的电势值。而电压，因为是两个不同位置之间的电势差，无论0电势点设在哪里，它的值都是确定的。我们通常将大地或无限远处设为0电势点。根据以上的结论 ，A、B 两点间的电压即电势差，等于电场力对一个单位正电荷由 A 移动到 B 时所做的功。此时，如果电场力做正功，则电势减小，电压为正；如果电场力做负功，则电势增大，电压为负。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正电荷粒子产生的电场的电势，以粒子为中心向四周递减；负电荷粒子产生的电场的电势，以粒子为中心向四周递增。同时，距粒子中心同等距离处的电势处处相等。注意，电势是包量，没有方向。这里的蓝色箭头仅表示在此方向上电势递减。此时位于电场中的一个静止的带正电荷的粒子，在没有其他力存在的情况下，总是从电势高的位置向电势低的位置移动。而电场中一个静止的带负电荷的粒子，总是从电势低的位置向电势高的位置移动。这也是电路中电流形成的原因。